好，我是小米。今天呢，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3月最爱。没错，1个月又到了尾声了。那这个月最爱呢，一样会有我的爱用品跟闲聊。那闲聊的部分呢，会跟我其中一个推荐的好书有关系。那这本书呢，我先偷偷预告一下，我觉得对于所有人的人生的一些目标啊、事业啊、课业等等，都会有，应该还有蛮大的帮助的。所以大家先不要快转，就是看完我的前面爱用分享之后，我们后面再来跟大家聊聊天。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的，那这个月的爱用品有2样彩妆。首先第一样呢是这个 Maybelline 的反恐特务无瑕嫩粉饼。那如果你有看过我前2支的 Maybelline Fit Me 全系列的影片的话，就大概对这个嫩粉饼有一些印象。那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你看完这个介绍，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过去那支影片看，我把影片放在这边。那这个嫩粉饼呢，其实你应该有发现我蛮少介绍粉饼类的产品，因为我本身是偏干肌嘛，所以我平常爱用的可能就是气垫或者是粉底液。所以当我推荐一个粉饼的时候，要么就是它干肌也可以使用，要么就是它可能真的粉质很细等等。那这个嫩粉饼其实我在它刚上市的时候就有买来用，然后一开始用的时候我就还蛮惊艳的是它的粉质真的非常的细，就是以开价的水准，然后这个价格来说是有让我惊艳到的。然后惊艳到之后呢，我就回来用嘛，因为它叫做嫩粉饼，我对这个名字取名非常的有好奇心，然后我想说它到底可以有多嫩。那我不得不说啊，它的粉质啊真的是非常的细，就是我这样子手去搓揉，我是感觉不到它的颗粒感的。再来就是它的颜色选择也算多，以开价来说，我记得这个应该有出到4个颜色。我用的是220。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偏干肌呢，我平常是会用在眼下。很特别吧？因为我的眼下啊，常常我是需要上完粉底之后用遮瑕来就是遮黑眼圈嘛。可是很多遮瑕呢，如果是遮瑕液，可能会遮瑕力不够足；那遮瑕膏呢，可能又会到太干或者是卡纹。因为我就是眼下干又有细纹，很讨厌。那这个嫩粉饼它的好处就是它有一定的遮瑕力，可是我在轻铺眼下的过程当中呢，它比较不会让我卡粉，因为它的粉质够细，所以它算是我最近的爱用的遮黑眼圈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个步骤这样子。那如果你是偏油肌的话，你可以就是 T 字的部位去上，或者是说你可以全脸的轻铺。也有人喜欢只用粉饼来上底妆的话，这颗粉饼我觉得它会让你的粉感比较没有那么明显。那当然它不是说完全零粉感，可是我觉得这个价钱以这个粉质表现来说，它是很值得入手的一款粉饼，所以推荐给你们。再来第2样呢是这个 NARS 的水光涟漪6色加彩盘。这盘呢，最近大家如果有在 follow 一些美妆资讯的话，应该发现它在网络上的讨论度蛮高的。那我不得不说，我觉得看了这么多专柜或者是开价的彩妆品牌 ，NARS 的包装跟设计是我自己觉得最有创意跟最用心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某一些品牌、大品牌的譬如说情人节啊，或者是过年啊、春节系列等等，有时候会有点漏气，就是那个包装会觉得说，怎么会长这个样子？可是 NARS 几乎啊，它每一次出的东西都会让我觉得有变化，可是又不失质感。像它前阵子那个就有出那种雕花、雕刻，有点像是红色的那种春联的刻字的那个设计。然后最近的这个设计呢，它就是有点在外盒上就有那种水光波光粼粼的感觉。然后你这样子在动的当中就可以看到这样 NARS 的字样，那它的整个也是真的立体的哦，就很像那个水面波动的那种感觉。打开来呢，它里面连粉质都是有带有点波光那种浮动的感觉。那我不得不说呢，这个粉质啊，如果你去看一些眼影或者是假彩，它如果视觉上看不出来它压的密不密，你光看它能够做到这样子有波浪，然后粉又不会乱飞，基本上它的粉质就有一定的水准了。那你实际试用呢，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一颗左上角这个香槟金色，其他5个颜色你是可以拿来当做假彩的。那我觉得这一盘的配色很美，就是不会太泛滥大众常见的颜色，但是它又不会奇怪到很难以驾驭。像上面2个就是比较偏向裸色跟棕色，那这个棕色乍看好像很深，可是其实它擦起来是比较偏向有点带橘棕色的感觉，没有那么橘色，但是那个棕色是我们黄皮肤也可以使用的。
那我今天脸上擦的呢是这个比较有点珊瑚橘色，那像今年很流行活珊瑚橘这个 Pantone 的那个流行色嘛，我觉得这个颜色就还蛮呼应到今年的流行色的。那另外2个比较带粉色调呢，像这个稍微带一点点紫色，可是因为它的颜色上起来其实并不会到太重，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上的是那种淡粉色的眼妆的话，这一颗就很适合。然后这个颜色就稍微再深一点点，可是我觉得它的这个颜色啊，因为它的颜色都是有一点点没有到完全珠光，可是也没有到完全雾面，就是比较柔的那个颜色，所以我觉得是正常日常妆容都还蛮好驾驭的。然后像譬如说我拿这个裸色好了，我手在这样上面乱抹，它都不会飞粉。然后实际抹开呢，它是微微的有一点点很细的光泽，可是不会有那种颗粒感。所以如果你平常看我的影片，下面不是都用今天用什么妆容吗？应该发现近期还蛮常出现这盘的。然后我在前阵子的 IG 小短片有分享那个 Huda Beauty 的 Nude 那盘眼影，然后也是搭配这盘来做假彩，所以我觉得这盘就是可以搞定假彩跟打亮哦。我忘了讲打亮，它的打亮呢，我今天有上，它就是有光泽，可是不会太嚣张，所以我觉得像我今天是上了大概刷了2到3层，那如果你只刷1层，它其实就是淡淡的那种反光。那如果像我这样子刷的比较明显的话，它的打亮的那个立体度就会更出来这样子。好的，再来第3样呢，就是 The Other Stories 的耳环。这个耳环呢，就是我前阵子在纽约买的，然后我买完回来就是影片啊，或者是照片，常常都会出现它的踪影，就很多人问说耳环在哪里买的。连我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就是品牌的人也会问我说，你这个耳环在哪里买的？好好看哦！我就觉得每次那种买到被询问度很高的东西，你就会很有成就感，就会觉得买对了这种感觉。那这个耳环呢，那这个品牌呢，我之前在分享战利品的时候好像有讲错，它不是加拿大品牌，它是 H&M 同一个集团旗下，它是稍微比较高档一点点，但是它的价格又不会高到很难以下手的那个价格。那它的整体不管是服装啊、饰品或者是彩妆都很有质感，而且如果你有机会去逛到它的店，像它在韩国也有店，然后欧美也有店，它的店铺呢就是整个装潢什么，我觉得风格一走进去就是很舒服放松的，我很喜欢它整个店面装潢的质感。好，那回到这个耳环，它的这种小小的耳环啊，其实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穿的比较休闲，那我发现我除了就是去参加活动，有时候会戴一些，譬如说长链子的或者是大圈圈的那种耳环，其实这种小耳环反而是日常最百搭的，所以我就很喜欢买一些小但是有特色、有个性的耳环，这个就很符合我的需求。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去逛逛他们的店面。接着第4样呢是这个 Fendi 的水桶包。那其实 Fendi 这个牌子，我早期对它印象是比较成熟的，就是它不是有个梯形的那个包嘛，我就觉得可能比较偏向上班族或者是比较熟女的时候会使用这样子。那我自己本来对这个牌子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因为我买包包，其实我可能会看这个品牌的风格适不适合我。那直到我在去年底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看一些穿搭什么，就看到这个包包，然后我一看就很喜欢，因为我本来就想要找一个水桶包。那很多个精品都有出水桶包嘛，可是这个是我看来看去我自己最喜欢它的型跟配色，然后这种印花图腾呢，就是非常是我的菜。然后他们家的这个水桶包出了很多的材质跟设计，有素色的，然后也有毛毛的啊，然后或者是像我这种皮革的，甚至它好像也有出帆布吧，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买的这个是最经典款的水桶包，然后这个配色呢，就是深咖啡色配上浅咖啡色的那个 Fendi 就 F 招牌的那个字母排列这样子。那这个水桶包呢，为什么喜欢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它长得就是很小巧可爱，因为我本身是喜欢背小包，可是我想要买的小包又不能太废，就是起码你要可以装短夹、手机，甚至可以装个唇膏啊，或者是行动电源等等。那这个水桶包我那时候是去年底收到，去年大概11月吧，然后我就有背去韩国，然后去旅行啊或者穿搭的时候也有背它。
它是可以做两用，就是你可以这样手提，然后它有附一个比较细的背带，你也可以单肩背或者是斜背。那唯一的小缺点是这个背带啊，它稍微有一点点长，所以对于我这个小矮子，就是160公分的人来说，会有一点点长，但是不会影响，就是不会到太长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很介意的话，你有些人也会再去打洞，把它弄得短一点。然后我个人觉得它这样子手提是非常可爱的，就是有点拎着一个小包的感觉。然后呢，它在这个包口这边是做这样子的束口的设计。那我自己特别喜欢它的容量，它的容量其实还蛮大，因为我实际背出国过，所以最准就是我可以放2本护照、短夹、唇膏、行动电源、充电线，然后再放个粉饼，然后唇膏都没有问题。因为水桶包的容量本来就会比那种方形的包还大，因为方形如果做那种硬皮的话就更不好装，那这个水桶包的容量其实就是很不错。但是我想到另外一个小缺点，就是它的开口没有那么的密合，因为它的皮革是做的比较硬挺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到超级无敌密起来。所以我朋友就开玩笑说，这个不能背去欧洲，不然会被扒手盯上这样子。但是它整体的外形，我个人是非常可爱，到现在我都很常背。那我知道一直陆续有人留言说，希望我可以分享一些精品包。那我常常在聊说，我买包包其实是不太会冲动的买，就是我可能会看很久，或者是我确定我一定会背到它，我才会下手。所以我目前到现在买的包包都是我背的频率都很高，然后都是会互相交换背的。那我其实一直有在考虑要不要发一个精品，就是我的精品包收藏。如果你们真的很想看的话，你们在下面留言给我，然后让我考虑一下大家的意愿，好吗？好的，最后一样呢，就是我的好书推荐。这个月我想推荐的书叫做《成功从聚焦一件事开始》。那这本书呢，大概是2017年发行的。那其实我先讲一个比较肤浅的好了。我买书，或是有时候我看书去逛书店，还蛮看感觉的。我觉得封面真的非常重要诶。像这本的封面，我觉得做的就是很简洁易懂，然后又有质感。然后有时候封面就是做的怂怂的，就是就算它内容写得很好，你真的会没有那种去翻的动力。所以我觉得设计这件事情真的是一门学问。好，离题了。那这本书的它的英文就叫做 The One Thing，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叫做一件事。然后作者呢，他从一开始去讲这本书的核心价值、核心重点，就是在说要把你最重要的一件事做好。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你人生这么多方向，这么多事情，怎么可能只做一件事呢？但是呢，他前面就是在跟你分享说，他有分，我看一下，他总共有18章。那他是一步一步的跟你分享说，怎么样找出最重要的一件事，然后你在找寻这一件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迷思？譬如说，我有时候就是可能觉得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很没有效率啊，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有意志力的只专心做一件事等等。然后还有他会跟你说怎么样去用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好一件事，然后最后可能会有一些人生的启发的建议等等。那其实他开头呢，在目录完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点像是引导你进入这本书的重点。他就说，同时追2只兔子，那你一只都抓不到，那就是在讲说你可能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做，最后你可能就会两头空。因为其实人的大脑是没有办法同时你的大脑可以同时做2件事，但是你比较难去同时把2件事都专注的做好。所以说，如果你不是真的是天才或者什么没有能耐的话，基本上其实你应该是一次专注在一件你最重要的事情上。那为什么这本书跟我今天想跟大家闲聊的主题有关系呢？是因为我这次想跟大家聊的是时间管理。那大概在2年前吧，反正蛮早期的时候，我有发过一支影片，就是跟大家分享时间管理，还有我怎么记录我的手账。那虽然过了2年，那支影片当然还是有一些帮助，可是我的一些习惯或者是小细节可能也会有所调整。那后来我看到这本书，我就觉得它真的蛮适合你。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事情好多，我真的做不完，或者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开始下手去达到我的目标。然后对于比较茫然的一些人，看到这些书，他看到这本书可以有一点点启发。那
我先讲的是里面讲到的是说，有一个大格局问题，然后跟小焦点问题。那譬如说我们今天要达成一个目标，以我自己为例好了，譬如说我今天希望我的频道可以有多少的订阅数，那我一定是不可能想着想着就会有那样的订阅数，我一定必须要做一些什么嘛。那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拍更多支影片，然后我可以拍什么样的影片？那我必须就是今天开始想的，我可能就是要去想我影片要拍什么样的主题，我影片要多少样的产出量，然后比如说我希望在1年后有什么样的成就，那我从今天开始慢慢去把我的计划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达成。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很想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你很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希望在多久内达到，你应该是先把你最大的大格局的目标去立出来，然后再往前去推算说，那我每个月我每年要怎么做，然后我每个月要怎么做，甚至我每周到每日，你把它慢慢缩小到一个越来越简单去达成的事情之后，你就会更有一个动力去完成你这个大格局的目标。那这件事情可以套用在任何事情上，譬如说你存钱也是一样，你理财也是一样，你希望你多久之后你可以有多少样的退休金，你希望有多少样的被动收入？那你是往前推算说，我现在开始每个月要存多少钱，我每年要存到多少钱等等。那讲到时间管理啊，在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有开始按照里面的一些概念去实践我平常的工作。那因为你知道我的工作其实是没有老板或者是没有主管在监督我的，所以我等于是我非常需要自己去监督自己，然后自己要去追踪自己的进度。那我事情又是非常多，就是我有需要拍片，我要拍照，我要回信，我要写文章，我要回留言，我要想主题，我要试用产品等等。那我同时这么多事情在我脑中的时候，我就是如果没有好好的去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那我可能有时候只做了一些不重要的事情，然后反而最重要的事情就漏掉了，或者是就没有办法按照那个进度去达成。所以呢，当我发现我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只是在手上记录说我今天要做什么，因为一件事情太多。譬如说我今天起来，然后我记录了我今天要做7、8件事，然后我看了那个行事历，然后我就是头脑一片混乱，我到底要该从哪里开始？那人的本性其实是会想要从最简单，或者是就是你会有点去逃避你不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你会去逃避你觉得做起来比较麻烦的事，所以变成说你的潜意识看到，譬如说我今天要做7样事好了，我就会先从最简单的或者是最轻松的开始做，可是反而你就是最后呢，你就没有做到最重要你应该要做的那一件事。后来我就改变了一个方法，我把它改成安排我的工作顺序。譬如说我本来就是写方格，然后去打勾，后来呢，我就是把它改成我写1、2、3、4、5、6、7，然后每天我起床啊，或者是前一天睡前，我就先给我自己可能5分钟的脑子清醒时间，然后我就去记录第一件我今天最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譬如说好，我今天要拍一支影片，那我就把第一件事情写今天我要拍什么什么影片，然后第二件事情我还会写说我要拍什么什么样的照片，然后按照我可能譬如说我可能需要一些自然光啊或者什么的工作顺序跟事情的重要顺序去排序，然后排出我一天要做了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呢，譬如说我排好了，然后我就看着那个顺序，我看了1，我就先都不要想后面的2、3、4、5、6、7，因为你知道人就是会很容易分心，然后你一分心就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先做第4点，或者还是做第5点，我就什么都不想，我一起床我就是做第1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然后把那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做了之后呢，就按照顺序第2件、第3件、第4件，按照重要的顺序去往后做。我发现这样子对于你的工作效率提升非常非常的有帮助，而且是让你可以确实的在进度内完成你要做的事。那有些人会想说，可是有时候有些很零碎的事情或者很紧急的事情也很重要啊。可是你如果为了那些零碎紧急的事情，然后去没有做到你本来最重要的事情，那最后你会发现，你可能过了1个礼拜、1个月回头看，我怎么这个月都在做一些杂事，可是我不知道我在瞎忙什么。所以我可能在做最重要的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尽量避开任何的干扰。比如说我今天在拍片的时候，我就是不会去看手机，不会去
看电脑或什么，就是我会专心的把一件事情做完之后，再做另外一件事情，这真的对于工作效率有非常大的提升。那工作效率高了，你日积月累下来，你可以完成的进度当然就更多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容易。那作者也在那个书中有提到说，他不是觉得人一定要很严格的自律。他比如说他有提到说，你该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你该玩乐的时候就是玩乐。那自律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难，意志力是更难的，因为你有时候你要对抗意志力是很违反人性的常态，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习惯养成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你好像不这么做，你就会觉得哪里怪怪的。所以我现在也是边看这本书之后，也边在尝试用这样的方式。虽然我每天还是会被很多事情就是缠身，也不是就是我会对很多事情会觉得我每天都好忙，好多事要做。可是至少我可以比较确定的是，我可以在我的进度中，然后不会离我距离就是要达成目标那个进度太远。好，那最后分享我看完这本书的2句话，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第一个是17章的最后面有一句话叫做成功之路总是在施工中，因此不要允许自己绕道而行，不去做你的一件事，请在这一条路上铺好正确的人和地。我很喜欢他这句是说，成功之路总是在施工中，因为其实你一个人要达成一定的成就，本来就不可能一路顺遂嘛，所以你一定会过程遇到很多困难啊、挫折，这些东西都是难免的。就是我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思维去解决它、面对它，而不是会觉得说我就是这么惨或是什么。你的思维也会去影响你离这个成功之路的距离，所以你不要去想着说好累那我就做轻松一点的事情。你应该要去想的是，我怎么样在面对困难或是挫折的时候，去让自己借由这个机会更成长。那另外一句话我很喜欢的是，人生应该将临终时可能会有的悔恨降到最低。这件事情就是很像是有些人可能年纪大或者是老了，就会说我很后悔我当初没有怎样怎样或者什么。所以趁我们现在还年轻，我们现在还有离人生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不要让几十年后的你后悔。你应该是现在辛苦一点，然后让老的时候再去回想说我没有后悔我当初做了那样决定，虽然我可能比较辛苦，可是我现在不是带着悔恨离开这个世界的。好，这大概就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些心得跟你们分享。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叫做《成功从聚焦一件事开始》。OK， 那以上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的3月最爱。那也非常欢迎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就是最近有什么好书推荐。我最近又买了2本书，然后我就是有时间的话，我会再去翻翻。那大概就这样子。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分享，别忘了帮忙一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